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进入暑假，也是年轻人找工作的高峰期。因为我在德国，所以我想跟大家说说2023年德国大学生毕业生他们起薪的情况如何。根据德国某针对大学生的门户网站透露，今年德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为45400欧元，其中拥有硕士学位的大学生，他们的起薪为47370欧元。又有学士学位的大学生起薪为42169欧元，也就是说，硕士学位要比学士学位的含金量高11%。而德国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以及中部的黑森州是德国大学生入职的热门地区，而德国首都柏林是个例外，根本排不上号，所以并不是一个国家首都都是最好的地方。可能蛮多人不知道德国首都柏林的国际航线竟然没有德国法兰克福的航线多，这也是个例外，对不对？其实它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呢，现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时因为冷战有东德西德，而柏林呢，它是分为两部分的，有东柏林、西柏林，所以历史延伸下来就没有很多国际航线，我认为这是主要原因。在德国，银行业、汽车制造、制药、医药保健等起薪是最高的。还有呢，拥有硕士学位的工程师，在德国大学生的平均起薪超过5万欧元，达到50611欧元，是所有毕业生当中起薪最高的。所以呢，不管在中国，在德国，你看工程师其实还是吃香的。德国因为没有放弃它的制造业，所以它的工程师要比如说美国这种工程师可能呢更吃香吧。而在欧洲的薪资比较中，德国毕业生处于中上水平。我猜在欧洲可能像瑞士爱尔兰还有挪威、丹麦这种国家，他们的薪资肯定要比德国高得多。咱们现在拿拥有硕士文凭的大学生为例，年薪刚才前面提到是47370欧元。那么扣除社保还有收入税之后，还剩下多少呢？其实如果熟悉德国的朋友一定知道，网上专门有此类网站，它可以进行计算，只要输入任何一个数目，那可以立即得到被扣掉多少，最后剩下多少，也就是到手的钱有多少这样的数目。我们来看看年薪47370欧元。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德国商报这网站的功能。我们现在输入47370欧元，到手是30727欧元，除以12，等于到手的每个月税后是2560欧元。我们也可以先把年薪47370欧元除以12，那么税前的月薪是3947.5欧元。好，那我们来看看得到的数目是不是一样的输入就是3947.5欧元，我们看得到的数目同样也是2560欧元，对不对？是同样的。而这个收入呢，大概相当于德国在职员工吧，平均的收入，也就是说有的人已经工作了40年的，和刚入职的一起呢，全德国全职工作的人，所有人加起来平均收入大概是2500欧元左右。在德国是这样，你收入低就少交税，你收入高呢就多交税。我们看要达到德国中产阶级入门级的水平，也就是现在2023年入门级的税后收入大概是1700欧元。这个话题我们昨天已经讲了。那么它的大概税前的月薪有多少呢？我们也来看看我们还是看这个德国商报的这个网站。税前月薪我们试试比如说2400，税前的话就达到1697欧元，也就是大概1700欧元。就是说呢，在德国，如果你要达到中产阶级的入门级别的收入，税后收入1700，那么你税前必须达到2400欧元。这是德国中产阶级了以上说的我们都是拿单身汉为例子。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如果是年薪10万的钻石王老五拿到手有多少钱呢？年薪10万到手是58126欧元，就是说每个月5000都不到，具体说就是4844欧元。这个收入在德国大概有3%的人能达到，也就是说在德国属于顶级收入了。
如果你每个月有5000欧元钻石王老五税后的收入，真的在德国打败了97%的在职的人员。如果你税后有4000欧元，就打败了德国94%的人。也就是说，在德国你属于6%的顶级收入的人员。如果你税后有3000欧元，那么你就打败了在德国85%的就职的人员。你已经属于15%的最高收入的人了。德国的税法非常的麻烦，前面我强调过了啊，是单身汉钻石王老五，那么肯定有结婚的情况呀。假如你们结婚了，又是你一个人养家，你另外一半呢在家做，比如说全职的家庭妇男也好，家庭妇女也好，那收入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它是不同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里是税卡1级的，刚才看到是58126，对吧？是钻石王老五的收入。现在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选3，大家看看，这里突然就变为了67462欧元。这是结婚的3级税卡。我知道在德国，如果你结婚了，肯定是选3级税卡，所以达到了67462欧元，等于每个月税后可以达到5622欧元。而这个收入在德国可以过比较体面的生活了，毕竟在德国大概只有3%左右的人能达到这个收入标准。我个人感觉啊，在德国税前年薪有7万欧元左右，也就是等于每个月5833欧元，每个月到手，如果是你结婚了，大概有4019欧元。如果你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家了，就是说你的配偶呢可以不必出去工作，在家带孩子也可以过活，但是呢不会有什么积蓄。我们看看单身汉啊，如果是年薪7万欧元，那么拿到手的每个月或是每年有多少呢？我们看刚才我们看到的这48237欧元是结婚的，也就是每个月呢超过4000。好，现在我们选1级税卡，就是单身汉的，变成了42790欧元。我们算得更直观一点吧，7万欧元就是月薪5833欧元，拿到手的只有3565欧元。这个收入对于在德国单身汉来说，可以说生活毫无压力，因为呢，你已经比85%的在德国就职人员富裕了。而且我认为啊，如果节俭一点，每个月存1半的钱应该是没问题的。那么3-5年后，你可以把这存下的钱作为首付买一套房子了，这肯定是可以实现的。咱们刚才说的是收入啊，德国公司的福利不一样，这点我就不多说了。在德国很少有1个月以上的奖金，而且奖金在德国也是需要交税的，而且交的税比较高昂。我们举个例子吧，你的公司比较大方，今年给你1万欧元的奖金，也就是说你这个月从原来的5833欧元一下多出1万欧元，变成了15833欧元。国家最后可能会从你的奖金抽走1半。可能有的同学不相信我，以为我骗，那我们来看看吧。我们还是以刚才的年薪7万为例啊，也就是月薪5833欧元，对不对？我们来看现在这数字的游戏啊，1万欧元我们就在前面加1就可以了，对吧？你看秒变8983欧元，我们减掉原来的3576欧元，那么剩下的是5416欧元，就是说公司发了1万奖金给你，国家抽走了差不多1半，抽走了大概4600欧元，你自己拿到手的只有5400欧元。你说气人不？这就是福利社会啊，就是说靠老百姓纳税来支撑这个福利体系。现在你们明白了吧？福利啊，就是羊毛出在纳税人这羊的身上。说到福利，那么我们来说说到底德国还有什么福利呢？我觉得医疗这块算福利吧，反正医疗保险已经交了，生病也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开支了。一般呢就是5欧元、10欧元这种什么处方费啊，还有如果你住院，每天有10欧元的床位费，好像其他就没有了。但这不是免费医疗啊，因为你都已经交了医保了。
有些德吹啊，或者是有些公知，老是说你看德国或是西方国家医疗免费，我觉得以下情况是属实的。比如说，如果你嫁给了德国人，自己不上班，在德国是可以跟着配偶一起参保的，也就是说你是免费参保，这是情况之一啊。或者在德国的难民，比如说乌克兰难民，他们就不用缴纳医疗保险，对他们医疗是免费的。在德国，凡是你是工薪族啊，还有退休人员，都必须自己付钱买医保，没有所谓的免费医保。所以我呼吁大家不要相信免费医保这种谣言。有些德吹的，可能她自己就是家庭妇女，嫁给德国人了，又不能出去工作，语言又不行，只能待在家，这种人当然是免费医保了。凡是在德国你是工薪族，也就是说你做全职工作的，还有退休的人员，这点跟中国不同，在德国退休人员也得从自己的退休金里面拿一部分钱出来买医保。听好了，退休人员也要买医保，在德国。那么在德国还有什么其他福利呢？一般而言，按德国劳动法，雇员最少可以获得24个工作日的带薪假。但是作为福利，一般来说在德国雇主啊有不成文的这种习惯吧，规定吧，一般都会提供30天的带薪假给员工。在德国每周5个工作日，那么30天等于每年有6周的带薪假。我在德国啊，还有我周围的朋友，他们一般都没有加班，每周5天工作非常的轻松，小日子呢过得很好。所以在德国作为员工啊，工作压力其实挺小的，我是说普遍情况，特殊的也有。所以在德国很多人就是活在当下，也不存钱，这都是拜托德国过去他们国家竞争力比较强。但是现在2023年世界各经济体竞争力排名已经出炉了，德国今年的排名掉到了22名，中国排在德国前面21名。其实德国和中国排名都掉了，德国排名掉的最多，去年2022年是第15名，而今年掉到22名，掉了7名。中国也掉到今年的21名了，掉了4名。我觉得德国掉的名次那么多，主要有2个原因。德国能源转型不成功，对吧？能源特别缺乏。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俄乌危机，德国呢制裁俄罗斯能源，也是导致了能源价格飞涨。所以呢，很多企业出走到中国啊，到美国去了。这就是它竞争力不强的原因呗。不过我还是提醒大家，对西方搞的这种排名不用太过严肃看待。如果说工业产品的竞争力，还有基础设施的竞争力，中国的排名肯定非常靠前。朋友们，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怀旧的人。咱们这期说的是2023年德国大学毕业生入职的年薪。那么既然说到这个入职年薪，我就想起了我以前22年前2001年年初，整整22年前，我的入职年薪当年是72000马克，当时还是马克的时代。不过当时呢已经是马克和欧元并用的时代了啊。72000马克就相当于36800欧元，这在当时不算特别高的入职薪水。前面我们看了啊，2023年德国具有硕士文凭的大学生入职的年薪是47370欧元，而22年后只比我当年入职的薪水高了大概 28.7%， 相当于每年只增长了 1% 点多。如果以复利来计算，每年只增长了 1% 左右。同样22年2001年的时候，中国大学的硕士毕业生起薪不知道是多少，当年有1万元左右吗？一年啊，1万元左右。我不知道在看咱们这个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当年毕业的大学生啊？就是说，如果你当年的起薪是1万元，每年12个月，相当于每个月800到900元，对不对？那么现在2023年，在中国硕士大学生毕业之后，他的入职的年薪大概多少呢？我对国内不知道啊，可能你们知道。而且中国的那个地区差异比德国大多了。我觉得在小地方啊，我是觉得不一定对啊。在小地方，比如说县城啊，
或者是像桂林这种3、4线的城市啊，可能年薪在4、5万左右吧，对不对？那么在2线、3线可能6、7万，如果是在1线，比如说北上广深啊，可能在10万元左右吧。所以感觉啊，比22年前的年薪1万元可能上涨了5到10倍左右。如果你的能力稍微更强一点，当然更高了，大概相当于原来的5倍到10倍左右。而德国我们刚才看了，大概比22年前上涨了3成到5成左右，这也与中德两国它的 GDP 成正比。因为过去20年也是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的20年，也是中国人财富急速增长的20年，而德国几乎原地踏步，财富增长极少。刚才说了啊，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怀旧的人，我们来看看我保存下来的古董工资单，22年了。当时还是德国马克的时代，年薪72000马克，相当于每个月整整6000马克。左边的是马克，对吧？6000，对应的右边是欧元，3067.5欧元。然后呢，还有51.13欧元，这是交通补贴。我们看到手的是多少？我们把它放大啊。大家看到手的是1807欧元，这两样加起来，相当于税前的月薪是3119欧元吧。好，同样是这个数目，2023年3119欧元，那么到手的变成了2107欧元，真的我惊呆了啊！足足多了300欧元出来，相当于多了16.7%。表面看税负肯定是减轻了，这是出乎我意料的。我一直以为啊，德国的税负是越来越重了，但是从这个表格来看，跟我22年前的工资单比起来，确实呢拿到手的那个税后收入更高了。但是呢，利点，当年我拿到手的是1807欧元，对不对？税后啊，如果同样的数目在今天呢，拿到手的是2100欧元多一些，但是当年的1800欧元肯定要比22年后的今天2100欧元的购买力要高。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给大家说的话题呢，是德国大学生入职的薪水以及拿到手的税后的收入，给大家有个参照，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啊。好了，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